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澳大利亚的专家认为如果乌克兰收复克里米亚才会罢手的话，那一定会爆发核战。乌克兰冲突目前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但是已经有西方专家在暗中煽风点火，给这场冲突设置终点了。有一名叫做米克瑞恩的澳大利亚专家公开发文说，乌克兰只要夺回克里米亚就可以考虑停战了。听起来这是在为结束战争出谋划策，但实际上人人都知道，如果乌克兰军队真的能够突破俄罗斯军队在南方的战线，逼近克里米亚，那么所带来的绝不是什么战争的终点，而是像核战争的升级。2014年俄罗斯军队采取行动占领了克里米亚，并且组织了地方公投，宣布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大国承认克里米亚授予俄罗斯了。在绝大多数国家出版的地图上，克里米亚依然是乌克兰的领土，但是在全球范围内也没有主要的政治大国采取实际行动，或者是公开发表言论，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要求他把克里米亚归还给乌克兰。关于克里米亚的主权归属，实际上处在搁置状态。泽连斯基一再扬言要夺回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半岛，并且得到了西方的支持。2022年1月23号，美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夺回克里米亚。2022年6月，法国表态支持乌克兰取得全面的军事胜利，包括归还克里米亚。2023年初，美国总统准备武装乌克兰夺回克里米亚。从目前的战场实际情况来看乌克兰要想用军事手段来收复克里米亚，可能性不是太大。最快捷的路线是渡过第聂伯河，击败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俄军，然后一路向东才能够抵达克里米亚。虽然直线距离只有100-200多公里，但是这个方向的基础设施很差，道路不多，乌克兰军队根本没有能力做这样的长途奔袭和长距离的进军。他们勉强小规模的游击战和阵地防御战打好，那就不错了。俄罗斯极其重视克里米亚，在这个方向部署了相当规模的空军力量。乌克兰军队连第聂伯河都过不去，更不要想克里米亚了。乌克兰政府和乌克兰军队能够把冲突继续下去，几乎完全依靠西方提供的武器装备的援助，而援助的最大头来自美国。美国政府1月27号宣布将扩大武器弹药的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军队继续把冲突打下去。其中包括把155毫米炮弹的产量从每个月的15000发提高到9万发。但是专家们指出，即使是这样的生产能力，也不见得能够满足乌克兰前线的需求。所以美国要想支持乌克兰军队突击克里米亚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数量，恐怕要比现在多上好几倍。靠美国一家只怕很难满足战场的需求。而欧洲各国已经对持续不断的军援物款表现出了厌烦的情绪。退一万步说，假设乌克兰政府突然得到了足够的弹药和武器装备，进入了克里米亚，俄罗斯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按照西方的说法，克里米亚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属于俄罗斯的，是在1853年通过战争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夺取的。而且英国和法国当年还出动了大军帮助土耳其与沙皇俄国打了一仗。克里米亚战争中沙皇俄国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参战的70万俄军伤亡52万人，连沙皇尼古拉一世都承受不住压力，服毒自杀了。不管这场战争的正义程度如何，对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是一片浸透了俄罗斯民族鲜血的土地，既然已经拿到手了，怎么可能再次把它丢掉呢？如果乌军再次踏上克里米亚，俄罗斯军队又拿不出足够的力量来防守和反击，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用猜测，俄罗斯几乎一定会动用核武器来阻止乌克兰。因此今天鼓吹乌克兰夺回克里米亚，并且为此出谋划策的西方专家们，其实都是不怀好意。远隔重洋、隔岸观火的昂萨专家们更是如此。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